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会影响加密货币监管。受到加里·根斯勒目前的立场和加密社区对监管挑战的反应的影响，让我们关注。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将降息50个基点，但专家表示预期过高。数据显示经济状况复杂，股市持续下跌才会加大经济衰退风险。美联储将密切关注就业报告。如果数据表现良好，通胀持续下降，则美联储可以缓慢降息，避免经济大幅下滑。让我们关注美股3大指数暴跌，因投资者担心美联储推迟降息周期。市场策略师认为市场可能出现剧烈波动，因恐慌情绪导致市场参与者仓位失衡，导致市场出现大幅上下波动。下面这条，经济衰退看似不适合投资股市，但如果你愿意投资成长型企业并长期持有，可能会获得丰厚回报。NVIDIA 和 Super Microcomputer 就是2个很好的例子。接下来这条，吉姆·克莱默认为，当前股市上涨并非基本面强劲，而是日本央行缓解了部分市场压力所致。克莱默表示，这种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类似，当时市场波动受到不明因素影响，真正原因随后才显现。他反对将每次市场下跌都归咎于经济衰退担忧，认为投资者应关注更长远的情况。接下来这条，预计伯克希尔哈撒韦明年持仓第1名将是现金。预测前5名股票，苹果保持第1，美国运通上升1位，美国银行下降1位，可口可乐保持第4。接下来这条，大型企业持续投资于 AI， 而 AI 服务器的巨量电力需求成为一大问题。数据中心运营商开始采用直接液冷 DLC 以缓解 AI 的巨额电力需求。Super Microcomputer 凭借在节能技术方面的领先历史，正准备在这个行业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。让我们关注。上周标普500指数经历了今年表现最差和最佳的单日走势，华尔街一些人认为这是当前市场不妙的迹象。周四，随着通常温和的每周失业救济金数据发布，有助于缓解对经济的担忧。股市录得2022年以来最佳单日涨幅，上涨 2.3%。不过专家表示，市场明显紧张，下周将公布通胀数据和零售销售数据，为当前有关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争论提供大量素材。接下来这条，英伟达利用软件和芯片构建堡垒，吸引客户，抵御竞争。其封闭生态系统 CUDA 平台为其 AI 芯片提供广泛的功能，使其在未来几年内极难失去市场份额。接下来，面对衰退的预测，市场动荡，但作者认为这些预测缺乏证据支持。最新的 ISM 服务业报告显示，商业活动、新订单和就业都在增长。此外，首次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下降，企业盈利季表现良好。下面这条，股东在批准新 ESG 政策时对治理表现出支持，而对环境和社会继续 withhold 支持。ISS Corporate 数据分析显示，公司治理变革提案今年获得的股东支持明显高于针对环境 E 或社会 S 变革的提案。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投票的154项所谓治理提案中，有38项获得通过，包括取消公司重大行动的多数投票要求。接下来，华尔街已恢复平静，但 S&P500 未来仍不确定，波动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影响因素包括日元套利交易、美联储政策和总统选举。接下来这条，过去的一周，诺和诺德 GLP 一销售业绩不佳，股价下跌，而李来说的则超出预期，带动诺和诺德股价反弹。竞争者不断涌现， GLP 一市场预计将形成4至6强的格局。尽管市场潜力巨大，但受季度业绩影响的短期策略并不明智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印度市场监管机构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，对空头卖方 Hindenburg Research 等报告进行尽职调查。监管机构表示， Hindenburg 对 Adani 集团的指控已由 SEBI 适当调查，24项调查中有23项已于2024年3月完成，1项正在接近完成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
我们6小时后见。